可以七夕吗？可以。根据你说的定义，无能者应该是没有能力的人吧？对，能力相对匮乏。无能者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，不得已麻烦别人，还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，然后觉得给人家添麻烦也无所谓？其实没有人会觉得求人是无所谓的，求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面子受损。可是有一种人，给人家添麻烦的时候，还是会有羞耻心吧？照你刚刚所说的那句话，会有羞耻心来自于他觉得他自己缺乏美德。羞耻心来自于我比别人差，我不能自我照顾。你刚刚说，如果我们把不麻烦别人当成是一种美德的话，我们会封死了这些没有能力的人的路。对，路边有一个乞丐。如果是不得已沦落到必须要乞讨之后，我们给他们钱，就是因为我们体谅到这个人没有别的谋生之路。所以我们给他们钱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自认为高尚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世界的不得已，我们给他一个钱，让他暂时度过这个困难。如果他四肢健全，看起来营养比我还要好，肢体比我还要健全，我过去的时候我会有我的判断，就是我不会给这个人钱，而且我会在心中怀疑。你是不是在占我们的便宜？不然你为什么要在路边平白无故的乞讨？这个是两者的差异，就是能不能跟心里面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是两回事。美德是关于心态，而不是关于能力，这是你刚刚整个论点最大的一个基础上的错误。欢迎各位来到那奇葩说，今天的男神是苏有朋，欢迎。有朋导演最近有一个新的作品，叫做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，这个是他转型做导演之后的第2部的大作了。是，其实有朋导演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尝试不同的这个作品，但是呢，好死不死，每年暑假都会重播回来，所以呢，这个努力会格外的艰辛。因为有朋导演呢不太爱多聊之前的辉煌，不聊《还珠格格》，我们就聊聊紫薇格格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次电影的女主角是心如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林心如。但是我注意到发表这个女主角的时间，相对于2位男主角来讲晚了很多。是为什么这么晚的发布女主角？这个整个电影的定调还是算是双男主，2个男主的高智商对决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为了邀请王凯，要跑到云南去找他3次，去邀请他？因为他红啊。为了请一个人来奇葩说，我也去了3次。谁呀？谁这么大胆？3顾茅厕嘛。为什么找何炅就要3顾，找我就2顾啊？不是，没关系。哎呀，哭什么呀？他其实很忙，所以他差点档期没有办法来配合我们的拍摄。所以我亲自去求他的这样。你用到了"求"这个词。是啊。怎么办呢？他现在又有演技，又有颜值，又有魅力的这种男神不多了吗？哎呀，你心目中一共有多少个男神啊？康永哥也是男神呢。既然要讲场面话，咱们就不聊了。不一样领域的男神嘛。也许人家是真心的呢。这当然是真心的。为什么说也许？我想问一下，私下里问你，私下这是私下的。小声点。好。你心里面真的有男神吗？有。谁呀？你呀。既然要说场面话，咱们就别问了，不聊了。那么我们也预祝导演的这个作品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可以得到大家支持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要开始今天的辩论了。首先，当然感谢我们的冠名商。掏出来搞，小米手机，谢谢，欢迎播出。感谢奶豆土真言的纯真3酿奶对我们节目的联合赞助播出，谢谢。每一期会有2位导师下凡去辩论，那么获胜的队伍将会获得奖励。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今天的辩题，来请看。我是佩佩，29岁，摩羯座。从小爸妈就教育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不要给别人瞎添麻烦。我甚至有一个外号，叫村口独行侠。佩佩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哎，佩佩，你可是去扯淡，我帮你领了吧？
就你这小细胳膊小细腿的帮我拿东西，我都怕你折了。而且你刚刚新婚，面色发黄，小腿打颤，应该没少做家庭运动吧？万一不小心闪了腰，那就不行，不给别人添麻烦。给我。还这人咋这样？但有时候总免不了有人来给我添麻烦。佩佩，我这2天搬新家，我可不可以去你们家借宿几天呀？What？ 住我家？怎么可以提出这么没有礼貌的要求？虽然他空窗20多年也没有人照顾，但是明明1张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呢？不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吗？不行。佩佩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这么冷漠？就自己一个人过去吧。难道不给别人添麻烦，不是一种美德吗？我觉得我参加的这一场是马来西亚专场。我们会是你的麻烦吗？跟他们2个做队友，我觉得完全不麻烦，更何况对方还有艾丽，我觉得他是整场比赛最大的麻烦。那在奇葩说的辩场上，我确实是个麻烦，所以这次为了第4季奇葩说我能变得好，我专门去健身房学了拳击。学拳击和辩论，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有麻烦。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冠名播出，以及奶后吐真言不添加香精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。不给别人添麻烦，是不是一种美德？我们首先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来投票。我们100位的观众，你们觉得是不是美德呢？请投票。新趴资格战。本赛段每场比赛2位老奇葩陪1位新奇葩进行对战，获胜队得奖金，2位新趴中表现更优异者晋级，另一人待定。6场比赛后，导师从待定池中复活剩余人选，最终8位新奇葩进入下一赛段。好，3、2、1。有60位的观众觉得是美德，支持正方；有40位的观众觉得不是美德，支持反方。那么今天有个特别情况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的马来仔3位进入到我们的辩论当中，所以呢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不管你们谁表现得更为出色，大家都一起进入到待定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下凡辩论的2位导师是谁呢？康永哥是正方，是美德；罗老师是反方，不是美德。好，那么也问问其他2位导师的意见好了。全林，你觉得是吗？不给别人添麻烦。罗康在哪里，我就不在哪里。哎呦，办了，女人心海底针哇，真的是啊！我跟罗老师在一起，你不在我这边了，跟着你的心走，你死定了。我在正方。为什么不可以3个导师跟他1个人对？哎呀！好，那我们男神的想法呢？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有高见，我其实很想洗耳恭听。在这，我只是想给电视机前的朋友，我们是网综所有在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一个提示，就是我觉得这个辩题可能有2个关键：一个什么叫做别人，亲人算不算别人？什么样的亲疏关系的朋友叫做别人？这可能是一个这个辩题的关键点。专业哦，厉害。然后第2个，什么叫做添麻烦？这个麻烦已经到了麻烦的程度，他就不是只是帮我递杯水、帮我个小忙这种就不叫麻烦。他刚刚那2句话就是给我们辩论的人添麻烦呢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请2位导师带着麻烦下盘。我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，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。罗老师，就咱们这个身材特别不适合把扣系上，敞开就系上了东西。对，但是你系上，它也还是呼之欲出。好，少方先发言，所以是黄喜来，欢迎他。黄喜，马来西亚叛逆小子，第3季一句话绕晕你。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是美德，这是我的辩题。我举个例子，如今你早上睡醒的时候，你有呼吸吗？有。自己呼吸还是别人帮你人工呼吸？自己。没有添麻烦，美德。你早上怎么从酒店走来这里的？自己走过来的。没有人刚你吧？
没有。美德。为什么他们的美德可以这样容易的？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美德。那么很多东西都可以是美德的吗？好，讲完他们这些是荒谬的之后，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论点。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它不是美德。为什么？人与人在日常生活相处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交情、我们的羁绊，都是通过互相给麻烦、互相解决彼此的麻烦建立起来的。你们也试过吧？第一年认识一个新人的时候，你叫他拿一瓶水来，你都会说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，不好意思，拿瓶水给我好吗？不好意思。但是熟了之后，你就不会了嘛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熟悉了对方之后，彼此已经进入一种状态，就是你可以放肆的给对方麻烦，对方也可以放肆的给你麻烦，而且我们也是很乐意的为对方解决麻烦，而对方也很乐意的为你解决麻烦。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，我们才会说，哦，这两个人的交情好嘛？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直给人家麻烦的人，还是很缺德的这种人。这个缺德的行为跟给麻烦是没有关系的。怎么说？一个人他好吃懒做，他缺德的是因为他很懒惰，他好吃懒做，而不是给麻烦的这个行为。谢谢。好，下面到正方来。看来黄喜太紧张，给队伍添了麻烦。其实黄喜刚才告诉我们什么？他想说，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都不需要给别人添麻烦的。你早上起来吸一口空气，你有给人添麻烦吗？没有。你走过来，你有给别人添麻烦吗？没有。我们是自己走过来，不是别人扛过来的。所以他认为，如果所有的事情这样子做了都叫美德，这个美德没有味道。他讲的是这个。哇！但是美德是什么？美德这种东西，它其实不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它只是一个形容词。这个形容词主要形容的就是一件好事。好事可以大，可以小。打个比方，黄金它可以大，也可以小。但是黄金大的时候很大，小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像灰尘，是不是？老师是吗？谢谢。所以美德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，它可以大可以小。虽然在你眼中，你觉得很多事情很琐碎，你觉得它不足以叫美德，可是它确实是我自己完成的，是一件好事。第一点。第二点，黄喜还告诉我们，维系感情的时候，往往都是你给一点麻烦我，我给一点麻烦你，你叫我递一杯水，我给你递一杯水，这样子把感情联系起来的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感情联系不可以纯聊天啊？他没有麻烦，你不可以打电话给他的吗？这是对方错误的认知。来，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，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点。什么叫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美德？因为它是所有美德的母亲。是所有美德的根基。你们想一下，我们人生中有所有的美德是什么？诚实啦、谦虚啦、孝顺，这些的终极目标是要什么？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。比如诚实，小时候那个华盛顿他砍树砍的那个葡萄树的时候，樱桃树，葡萄不长树，你给华盛顿添麻烦。他砍那个樱桃树的时候，我们问他谁砍的，他直接说我砍的，这事情就了了，因为他诚实。但是如果这时候他说黄喜砍的，我们就去骂黄喜，黄喜不是我，是宇欢砍的，不是我，是兵友砍的，搞出一大堆事情来，他给别人添麻烦。所以诚实的目标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。我再举个例子，谦虚，谦虚看起来不像吧？还是，你想一下，那些成绩很好的同学。我们的妈妈问他：“哎，小明，你考多少分啊？100分。”如果小明懂得谦虚一点，哎呀，我考到一般而已啦，他是不是没有给我添麻烦？这样也行，这都行啊？可以，当然行。他没有谦虚，结果他给我添了麻烦。这根基目标还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。那请问你，如果所有的美德，他们的母亲美德之母乃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不是美德呢？哎，可爱。对，我已经说完了，谢谢。好，宇欢。贺宇欢，马来西亚叛逆小子，必杀技，瞅你咋的。首先，
我要对如今讲几句话，我对你只有2个字：失望。因为昨天晚上你在房间里面背的稿不是这样的，导致我非常后悔，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给你喝纯真酸牛奶，不然就会吐真言。再来，兵友，我对你是有信任的，我希望你现在讲出来的点，是昨天晚上我跟你在房间里面看的点是同样的。再来，如今你说诚实跟谦虚都是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其实你是不给自己添麻烦。你用华盛顿的例子，到底谁砍了那个樱桃树？但是他诚实的话，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可能他知道他爸爸喜欢诚实的孩子，第2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他手上还拿着那个斧头呢？所以你只是不为自己添麻烦，你没有不给别人添麻烦。OK， 那进入我方的论点。从小到大，我们都常听到长辈跟我们说什么：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就可以了。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呢，你和我分工再怎么细，它都会出现一个灰色地带。那个灰色地带产生出来的事情，总是需要有人来解决的。我打个比方，在我工作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，我们是专门负责家庭法的。但是前几天我们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案子，一个老婆呢就要跟这个老公离婚，这个老公呢还把老婆公司里面的钱全部偷走了。家庭法是我熟悉的，但是商业法、刑事法都是我不熟悉的这个法律的范畴。那这件事情应该谁做呢？我选择了去麻烦我的同事，他是在商业部门的，看看能不能提供更好的意见给这个老婆。我们谈社会分工制，不是天然就设计成只要你完成你的部分，我完成我的部分，那整个事情就可以成型的。你范畴和我的范畴之间的灰色地带是必须要通过我们互相的麻烦，我去麻烦你，你来麻烦我，才能把整个事情都整合起来。马薇薇劳驾你帮1辩和2辩都翻译一下啊，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分3个点来翻译我方1辩、2辩之间的内容。我们第1辩呢，它讲的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社会实际上是人情构成的社会，而人情的诞生源于我们不分彼此才有了情。所以你给我添麻烦，我给你添麻烦，我们才能成为麻烦和谐的一家人。紧接着第2个论点，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，很多人会感觉说我权责分明了，我就可以很开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但实际上，权责无论多么分明，人际关系合作工作之中都会出现灰色地带。比如说他刚才举的婚姻法、商法、公司法之间的例子，每一个律师都会不同的专业领域共同处理一个案子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要添麻烦问我，我要添麻烦问你？如果每一块都按照分工和奖金来算的话，我们就会一直在吵分工，从而导致整个案子不能得到归纳。好，我们再紧接着看你的第3个论点到底是啥？给我看一眼。第3个论点也很简单，他说啊，还有一种人是非常苛刻的人，他喜欢对别人工作高要求，可能有朋导演或者说我们这个康永哥在做导演的时候，要求就不会随随便便。苛刻的导演是特别爱给人添麻烦的，妆不对不行，发型不对不行，光不对不行，哎呀，你这个表情不到位，快点重来一遍。这种人看上去是在给别人添麻烦，实际上他是对一个行业服务水准要求的不断提升，可以使人进一步的发展起来。谢谢。好，下面了，来，好，我来直接回答把薇薇姐的问题啊。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灰色地带，有很多活是分不清的。那我自己干就行了，你干嘛把活推给别人呢？对不对？朋友之间互相添麻烦，好，但问题是解决别人的麻烦是美德，是我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这是美德。我们把主动方给搞反了。好。那么再说一下刚才说的关于灰色地带的问题啊，其实人类不断的进步史就是灰色地带变得越来越狭窄的历史。我们就是在进行分工明确，不同人干不同的活，不要互相添麻烦。我是个农民，我种好地；你是个面包商，你做好你的面包，我们互相交换，社会不断进步。但如果我今天地没种好，我说来，你帮个手，帮我种下地；明天你面包没好，来，我帮你做下面包啊。那谁都进步不了，所以我们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一个慢慢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史。回答完了。好，那现在说一下我的自己的观点，我特别想从美德这2个字深入分析一下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成年人之间互相讲话，会说美德吗？说你要做这件事儿，因为这件事儿是一种美德。你以为你是臣民啊，对吧？
或者我在这个能 Q 到，没有，互相损，认识到同一方也好。所以我们成年人之间其实做事不会谈美德，一说到美德呢，我们一般是给孩子讲啊，就是将来如果你有孩子，您会不会跟您的孩子讲说，哎，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美德呢？我觉得我会，不添麻烦不仅仅说所有事要自力更生。而是我在问别人的时候，我会想一下对方的感受，而不是一切以我为中心。有人想鼓掌就鼓吧，我刚刚好像听见了。好，谢谢。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家长给孩子讲的最多一句话是：你出门在外不要吃亏。为啥我们现在熊孩子那么多？要装那种熊孩子对吧？压根儿不在乎你感受。你出去，然后呢，你想在飞机上稍微休息一下，大吵大闹，然后你去公共场合，小孩到处随地大小便。最气人的是，每次我特别想管，你猜家长说啥？家长说不要压抑孩子的天性啊！对，我特别生气，因为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引用甜甜姐的话呢？他当时不是这么讲的啊，所以一直怼自己这边了。如果我们不给孩子讲，小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熊孩子。长大以后呢，会变成那种特别讨厌的室友。我认为最讨厌的一类室友就是说个啥话都带一个语气词，就是背。比如你去吃饭，说哎，帮忙打个饭呗啊；你去打水，然后你说哎，帮忙打杯水呗；你去打扫宿舍卫生，他说哎，你帮我也扫一下呗。我说背，是吧？不是。这个成语你是在哪儿学的？所以大家很烦这种人，对不对？就是他总觉得好像给别人添麻烦不是件啥事儿，特别讨厌。将来我有孩子了，我会说，孩子，一个人一生啊，其实就是解决麻烦的过程。你能力足够大，你就去解决天下所有的麻烦；你能力不够大，你先解决你自己家里的麻烦。但你能力再差，你起码做到一点。不要给别人添麻烦，因为记住，不添麻烦是一种美德。队长，来，我问一下，这边有没有人想骑他的？之后。好了，那来，马薇薇。我们今天在聊美德，对方一直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，混淆美德，什么呢？叫做优点。实际上，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优点，而不是一种美德。就好像美丽是一种优点，而不是一种美德；身体好是一种优点，不是一种美德；有钱是一种优点，不是一种美德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呀？这些听起来都棒棒的，我好喜欢有这些特点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不能是美德呢？因为美德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契约。”是我们每一个出身不同、长相不同、高矮不同，可是只要活着，我就可以通过努力约束自己达到的状态。如果你告诉我这些优点才是美德的话，那我问你，我天生不美，我能不能通过努力达到美德的状态呢？有可能，它是一种虚伪的。都是找自己人，今天都流行怼自己了。所以美德作为一种社会指标，它毕竟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能做到的事情。世界上有一种人是弱势群体，可能在不同方面都是弱势群体。什么意思？一个老人坐公车，他需要有人让座，而他天生受的教养差，身体又不好，这个时候他不能客客气气的跟你说谢谢，同时也又不能站起来说我自己可以。这到底是一种能力的缺陷，还是一种品德的缺陷呢？所以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说，不给人添麻烦是能力之差，不是品德之差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，我要做个不添麻烦的人。当你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你又希望世界充满爱。然后当你有余力的时候，你说不给人添麻烦是美德。做人不能双标狗啊。所以如果你认为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美德，你其实在扼杀了所有无能者的生路。而所有无能者，请注意，终有一天也会包括你我。谢谢。哇！
可以奇袭吗？可以。根据你说的定义，无能者应该是没有能力的人吧？对，能力相对匮乏。无能者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，不得已麻烦别人，还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，然后觉得给人家添麻烦也无所谓？其实没有人会觉得求人是无所谓的，求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面子受损。对，可是有一种人，者给人家添麻烦的时候，还是会有羞耻心吧？照你刚刚所说的那句话，会有羞耻心来自于他觉得他自己缺乏美德。羞耻心来自于我比别人差，我不能自我照顾。你刚刚说，如果我们把不麻烦别人当成是一种美德的话，我们会封死了这些没有能力的人的路。对，路边有一个乞丐，如果是不得已沦落到必须要乞讨之后，我们给他们钱，就是因为我们体谅到这个人没有别的谋生之路。所以我们给他们钱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自认为高尚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世界的不得已，我们给他一个钱，让他暂时度过这个困难。如果他四肢健全，看起来营养比我还要好，肢体比我还要健全，我过去的时候我会有我的判断，就是我不会给这个人钱，而且我会在心中怀疑你是不是在占我们的便宜，不然你为什么要在路边平白无故的乞讨？这个是两者的差异，就是能不能跟心里面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是两回事。美德是关于心态，而不是关于能力，这是你刚刚整个论点最大的一个基础上的错误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，来坐。好，来冰友，加油！借冰友，马来西亚叛逆小子，必杀技以德服人。我要建立起自己的 style， 我就是叛逆。其实今天来到这个环节，其实我们在讨论着什么东西是美德。我们知道人有很多的劣根性，人很容易有贪心，人很容易有自私，人很容易觉得自己麻烦的事情让人家去做，我自己轻松一点感觉比较不错，比较爽。而美德的存在，它就是去对应跟对付这些人的劣根性。所以说穿了，美德有一个特质，叫要求你自制，叫约束你自己的欲望，不要纵使你的欲望去操控你的人生跟你的肉体，这是美德当初被创造出来的原因。你们觉得，数学题遇到不会，哎呀，这个很难 ，x 加 y 是什么？问隔壁同学好了，方便简单。但是为什么你不要想一想，自己努力去解一解？因为给别人做方便嘛。所以人有很多时候会贪方便。如果我们把不给别人添麻烦当成是自己的一种态度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在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先想一想你的这个行动会不会为别人带来什么伤害，会不会别人带来什么痛苦。那我告诉大家，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幸运很多。就是跟大家讲，当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成为你生活中的这种态度的时候，你会尽力去追逐，在想的每一件小事情之中，你都会尽量去做。就好像想一想，你妈妈在你3岁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帮你责备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妈妈长大之后，你要想一想，你妈妈也老了，你妈妈也开始会走不动，你妈妈也开始会腰酸背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起来第一件事是想什么？不想为妈妈添麻烦，你开始自己折起背来了。妈妈老了，她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好好去煮一顿饭给你吃了，你不给她添麻烦，你自己煮给自己吃，顺便煮给你妈妈吃。换位思考，先想别人，再想自己，这不是美德吗？还有一句话，麻烦是人人都不想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不想受到麻烦，那为什么你会想给别人麻烦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看看，来志忠。什么叫麻烦？就是该我做的事我不做，那让别人做，那叫添麻烦。举个例子，你也能够理解，有人不管是生理上的困难，还是心理上的困难，还是环境上的困难，可是当我们发觉他虽然有很多人帮忙，可是在努力想要让别人不用帮他这么多的过程，其实我们都会说他很了不起。比如说，我可能生下来
耳朵不方便，我很需要别人照顾。可是我努力学了手语啊，努力学了唇语，对不对？好让我少麻烦别人一点。或者是我虽然很穷，需要别人的接济，可是我的努力的过程当中，让我能够逐渐迈向自立自强的过程，这是感动的，这是了不起的，这是样板。样板从何而来呢？它当中展现的德性从何而来呢？就是你该给人添麻烦的，可是你减少了别人的麻烦，这已经了不起了。如果你能哪天做到像蔡聪老师一样，他几乎可以不用麻烦人，甚至觉得这只是一个差异，这不是个缺陷的时候，我们说超了不起。好，来我们这边胡老师来啊，好，胡老师。其实我认为今天双方，你可以构建2个完全不同形态的道德社会。一种形态的道德社会是对方价值观主张下的道德社会，在这个社会中，每一个人都努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，我们尽量不要麻烦别人，我们把麻烦别人看作是一个不好的事情。这个社会可以这样子运作吗？可以，非常自立，非常独立。但是还有一种我想象中也许是更温暖的道德型社会，那就是大家不会把麻烦这件事情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尽管麻烦你，但是我麻烦你了之后，我会努力寻找机会去补偿你。我不会把麻烦你这一件事情看作是多么的邪恶，或者在道德上有亏损。我只把麻烦你这件事情视作是，原来我们都是自己人。你知道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分外见外吗？你最要好的朋友，他出了事儿的时候，他可以麻烦你的时候，他不来麻烦你，这时你会走过去跟他说，不是兄弟吗？我觉得2种社会形态都 OK， 都挺好。不过我觉得后者也许会让我们活得比较温暖一些吧。好，我们可以说话吗？当然呀。因为这康永国说完了，我们就没话可说了。那个，来吧。其实我觉得刚才建彪说的特别对，我们举2个典型社会，日本人的社会和中国人的社会。日本人信奉的不要给别人添麻烦，很好。说实话，我们去日本旅游，我们觉得这个国家道德素质很高，因为人和人之间有很强烈的距离和谦恭，好不好？好。中国人的社会不分你我，什么叫交情？就是交来的情。我没事儿给你添个麻烦，你没事儿到我家吃个饭，你来我家吃饭就是给你添双筷子。我去你家吃饭，因为我们家家长今天没在，所以同学之交我就去你们家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在日本文化里面，给人家添了麻烦；在中国文化里面，我拿你当兄弟。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说这不是一种美德，是因为这东西不要上升到美德的高度，多严重的事儿啊！所以在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里，都行，都很好。关键是坐在中国学日本人的那套东西，不要在公共场合喧哗，出去看演出临走把垃圾带走，这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。日本人是不是应该学学中国人，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和交流？他们要会这个，可能就不至于是今天那个样所以我说没什么不好。康永哥会告诉你，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儿，因为他就是一个特别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。但是他碰到了我这么一个特别爱给他添麻烦的人，还特别希望他也能给我添麻烦，我们俩相处的特别好。所以无论他一会儿说什么，
其实我们感情是非常好的。你其实特别给人这就是添麻烦交情。你辩个论搞得我浑身不舒服。对，那个我其实本来不是我们的主场，不该我们说这么多话哈。对对对对。但为什么我特坚持要说两句呢？其实跟这个地域有关系，因为我是一个上海人。你知道，在上海人的说一个人美德哈，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，叫这个人识相。识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人会约束自己的行为，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给别人添麻烦。这3句话加在一起，就叫这个人识相。好，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叫做你特别不像上海人。他们得到的概念是什么呢？是你计较。那我就要反思，我说为什么上海人眼中的识相，在别人眼中会变成计较呢？我就问说，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吗？我的同学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儿。有一次他去他的上海亲戚家里面去做客，早上刷个牙，刷牙也就2、3分钟的时间，但是在这2、3分钟里，他遭到了无数邻居们的白眼，因为他站到了那个水龙头。对的。这在北方人的心目当中是完全无法接受。我不就刷个牙吗？谁不刷牙啊？我刷个牙你那么瞪着我。我后来就跟他解释，我说上海人的这个识相的心态是怎么来的？它跟我们小时候的居住环境有直接的关系。你现在到上海不会有这么深切的感受，但我小时候住在一个石库门里面，石库门这一栋房子有7户人家，29口人，我们只有1个水龙头。这是我小时候上海的普遍的居住环境，因为当时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米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早上早高峰的那段时间里，你要上班，他要上学；你要刷牙，他要洗脸；这家洗菜，那家得洗个尿布，都是得就着那个水龙头。所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什么呢？刷牙没问题，你接一杯水，边上刷去，别站那儿2分钟。29个人，这一个水龙头只提供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我们是这么生活的，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来给我们添麻烦，尽管这个麻烦看起来不是事儿，说站你2分钟能怎么着啊？但是我们觉得，这个就是对你的行为没有约束。上海人的这种精神心态，一直带到了今天。尽管我们今天的居住面积已经不是这么一个状况，但是在我们的心中一直把着一条线，这条线分成2边，在左边叫做约束我的行为。在右边叫做，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光我舒服，我要想想你舒服不舒服。如果我到你们家去吃饭，咱们俩哥们儿兄弟，你舒服这事儿没问题。但是我要开口来吃饭，我得想想我是不是6点钟说6点半就得来吃饭，你做不做得出来？我别给你添这个麻烦，这是我们心里的一根弦。所以到前2年的时候，我妈每天走路，我妈是一个一动不如一静的人，她的人生选择就是，如果像乌龟那样的生存是最完美的生存状态，但是她突然每天开始走1万步，因为体检发现她有脂肪肝。我妈说，其实我活多久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别老了病了，给你添麻烦。如果这件事情还不叫美德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美德。说得好。但是陈琳，你知道我怎么听怎么像说你来我们家吃饭我很舒服，但我去你们家吃饭你不太舒服，听起来就有点问题了，是吧？我们俩的边界是我去你们家吃饭，我要先想想你舒不舒服。你来我们家吃饭，你可以直问我舒不舒服，我告诉你不舒服。所以还是你可以吃我的，我不能吃你的呗。那现在我们有请夏凡导师再次结辩。首先是康永哥，来。好。往日有一个大亨叫做杜月笙，杜月笙讲了一句我非常认同的话，他说：“从来都不麻烦别人，那不叫做人情。人情是你麻烦了人家，然后你懂得怎么还人家，那才叫做人情。”这句话是对的，可是这句话是关于人脉，不是关于美德。所以人情不是美德，这是第一点我要回答对方的。第二点，
优点不是美德。所以你很会拉小提琴，这是你的能力，这是你的优点，这不是美德。你跑100公尺跑得非常快，这是优点，不是美德。这都跟美德无关啊，它并不是缺德，可它不是美德，它只是跟美德无关而已。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题目，就是因为美德是一个很冷门的字眼，我们已经不谈这件事了。哎，我出说话之道，我会出一本叫做《美德之道》吗？不会，卖不了200本的，就没有人在乎这件事，觉得它很过时。可是，奇葩说这么一个重流行的节目，却敢谈美德，让我特别高兴，因为终于有人要谈它了。然后我刚才听到最刺耳的一句话来自马东，他说：“我们何必把事情上升到美德的高度？我们已经沦落到觉得美德是高不可攀的地步了。”这是我最失望的事情，就是当你达不到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推得远远的，放到神龛去说那个东西很棒，可是跟我们没有关系。这是他们讲说不用对美德放到高不可攀的地步的时候所采取的心态。而我也喜欢这个题目的原因，就是我们把它拉下来，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事情。我刚才听不懂马薇薇讲的论点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说，我们天生长得丑的人，我们已经美不了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没有错，你美不美跟美德是没有关系的。可是天生长得不好看的人，完全可以拥有美德，他完全可以从小在爸爸妈妈的教养之下，把美德当成是人生的追求。他刚好就跟他的能力、优点、财富、出身背景都没有关系。只要他做得到，不伤害别人，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情，你却要把他赶到另外一边去。你知道我平常不会站起来跟你齐膝的，我很在意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如果把乱七八糟的观念灌输到小朋友的脑子里面去，跟他们说美德是不值得追求，或者美德是伤害没有能力的人的，这个是在给这些小孩子的脑子添麻烦，这是让他们想不清楚事情。我特别不能够认同这样的做法，所以我很在意，我要在今天把这事情给讲了。所以我刚才不是要跟你辩论，就是什么叫做添麻烦。我认为人跟人之间有恰当的人际关系，就是罗振宇老师在另外一次的奇葩说当中提过，我们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是我们社会关系的总和。我们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关系，我甚至跟每一个奇葩选手，我跟你比较熟，我跟彬友比较不熟，所以你拜托我事情的时候，我会答应的比较快，彬友会比较不敢找我做事情，因为他跟我不熟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不一样了。高晓松敢叫我做的事情，罗振宇不一定敢叫我做，因为我们还不够那么熟。所以我开他玩笑的时候，我也会比跟开高晓松玩笑要小心一点。就是人跟人的人际关系，如果一旦超过了那个分寸，你就是给别人添麻烦了。蔡聪去坐车的时候，一个陌生的路人会把座位让给他，这是他跟一个陌生的路人中间所具备的人际关系该有的事情，那不叫添麻烦。可是，如果蔡聪在别人让座给他，然后蔡聪坐下来之后，蔡聪开口说：“我找不到工作了。”超越了他跟那个陌生人的人际关系，那会让对方为难，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应对。我跟一般人在随便打招呼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你吃饱了没？你好吗？那是我们的人际关系该有的事情。对方会文明的回答说：“我吃饱了，我很好。”那不是他在骗我，因为他懂得尺度。他像全林老师说，这个人识相，他不会超越我们两个该有的人际关系，跟我讲说：“康永，我没有吃饱，因为我得了胃癌。”然后我怎么办？就是我作为一个人类，我不能够说哦，那保重，然后我就走掉。他让我为难了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我不能够对别人得到重病这件事情置之不理，而是你不能跟我讲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不是你的兄弟，我不是你的知心好友，我不是你的公司同事。所以我对麻烦的界定很简单，就是你要拿捏你跟那个人的人际关系，超越那个人际关系，你就给别人添麻烦。所以孩子病了，爸爸妈妈照顾他，那当然不叫做添麻烦。两个男朋友跟女朋友住在一起，我帮你倒杯水，这当然不叫做麻烦，因为这是他们的人际关系。可是我问你好不好，你跟我说你得了胃癌，这个超越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啊，所以这是我对于麻烦的界定。
然后我为什么有兴趣讨论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要把美德从神坛上面拉下来，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要跟我们的小孩子讲说，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不会不好意思开口，不会觉得说，孩子，你要做个有美德的人。然后他说，好过时哦，你这个老家伙，就是他不会这样子，他会觉得说，哦，对，他心中依然怀抱着对美德的向往之情，而不是觉得那是上一个世纪过时的东西。所以如果贵方一直的把这些有能力、专业上的互相帮助、人情上的往还，全部都往添麻烦这个火堆里面塞的话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混淆视听，而且会造成大家不重视美德的做法，我会很担忧。我觉得美德是值得追求的，是因为你终究会因为美德而得到宁静。美德不是一个我们一个人自立存在的时候能够完成的事情，美德必须要有别人的存在。就美德为什么叫做美德？因为美是比较而来的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长得特别好的时候，我们会辨认出来说，哎，你长得比较漂亮。可是当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是无法判断他美不美的，因为只剩他一个人，没有参考坐标了。美德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辩论题目就好在，别人跟美德一定是绑在一起。法国的作家沙特说了一个很有名的句子，别人是地狱。为什么别人是地狱？范甜甜找不到男人的时候，她自己可以自己处理。可是当她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旁边的三姑六婆不断的逼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啊，干嘛那么挑呢？就是随便凑合一下吧。那个时候别人是地狱，三姑六婆是地狱。当你考试考不及格的时候，你自己已经很自责了。隔壁的小孩来说，哎，我100分哎。然后妈妈来说，你看到隔壁的小朋友100分吗？别人是地狱，就是别人是很容易变成地狱的，除非你身边环绕的人是有美德的人。我很在乎这个辩题，就是刚才马东讲的很好的一件事情是，你即使是在公众场合喧哗，你都不是故意的，可是因为你没有把别人放在心里，你给别人添了麻烦。所以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，他就会想到，这不是我家，这是公共场合，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。所以你如果坐电梯的时候，你明明只要去16楼，可是你把从2楼到15楼全部都按了，你就是给电梯里面所有的人都添麻烦，因为他们每一层楼都要停。所以给人家添麻烦可能来自于无知，可能来自于没有教养，可是一切的根源通通在于他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上，他觉得美德不重要，他觉得美德的责任是别的人的责任，而不是他自己的责任。他觉得有能力的人才要烦心这件事，无能力的人生活着就好了。我觉得这是敷衍了事的做法，我觉得这只会造成一个更多人自私自利的状况。所以我今天很愿意，我不在乎胜负，我只是很愿意在这边跟大家呼唤一下，我们这些只顾着书畅不畅销的人很丢脸，我们没有勇气写一本关于美德的书。可是如果我们心中还怀着一丝对于美德的向往，我们将来死掉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会比较宁静。男神当之无愧。听完康永哥的话，我觉得咱们当时就说好了，咱们3个都在正方的。哦，好，现在该反方的你说了。我本来以为最后辩会占点便宜，差点被康永哥说服。还没有。挣扎一下啊，最后挣扎一下。今天这个题目出的实在是太好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是一个每个人都懂的词儿，但是这个词儿你发现你不大常用，它到底在描述什么？大家不自觉的会回到定义它。好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过去几年，我每一次用到这个词儿，都是在一种情况下，就是别人帮了我一个忙，然后我说：“哎呦，给您添麻烦了，不好意思。”是不是？每个人几乎都是在这个语境下使用这个词儿。请问，我缺德了吗？那这个语境其实很好理解嘛，翻译一下嘛。
给别人添麻烦，就是发生了一次协作之后，我们互相应该表达的态度。就像我们来到奇葩说录制，临走，我会不会跟马东说：“哎，给你添麻烦了啊，谢谢啊，您受累。”哎，他也会说类似的话。所以给别人添麻烦，本质上是协作，这是很清晰的定义。好，当我们正本清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有2件事情会发生。刚才对方辩友特别想把麻烦体现为一种怎么说呢，对别人的伤害啊，甭管是轻的还是重的。但是人类社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机制，人类是会协作的。对啊。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一句：“给您添个麻烦”，然后我们完成协作。所以人类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巧妙的机制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上帝怎么会这么聪明安排了这个机制，叫“我之蜜糖，人之毒药”。举个例子说，我今天如果要掏出小米手机搞事情，我发现没电了。OK， 要给各位添麻烦，谁有充电器啊？我愿意花500块钱买你的充电器用1个小时，因为下一个电话对我非常重要。我给您添麻烦了。500块钱可能对你是笔钱，但是充电器给我用1个小时，对你什么都不是。但这1个小时充电对我非常重要，这是人类社会繁荣到今天的基本机制。它怎么可能跟美德相关呢？康永哥，一会儿我会解释美德这个事儿。其实这是第一件事，没有关系。反正你也没有机会说，我不可以说。我知道。第2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赤条条生下来，我们没有任何权利，没有任何资源，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叫发行社交货币。发行一个货币，就是给别人添个麻烦。怎么发行社交货币？我举一个今天凌晨发生的事情。昨天晚上奇葩说录制完，我回去的路上是午夜2点，然后突然来了一条微信，马东发的，说今天的录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，你告诉我。他群发的。我作证。我懂。瞬间，像我们这样的老江湖，4个念头冒出来。第一个念头，给我添麻烦，因为你明知道我也没啥意见，有意见我也说了。第2，会来事儿。第3，一定是群发。第4，能做到这么细致，兄弟佩服。这4个念头同时浮现出来，从一个麻烦开始，从我佩服他这个人结束，这就叫发行社交货币。添麻烦是我们最正常的发行的方式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谈美德。我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写一本关于美德的书，但是我觉得往美德的那个长长的名单里添加一样新东西，还是要小心。美德这张名单已经很长了，善良，包括全林讲的对自我的克制，包括勤奋等等。谁在美德的名单当中，任何民族、任何文化曾经有过一条叫不给别人添麻烦呢？所以，如果今天我们现场真的一会儿大家要投票，把这一条添进去的话，我觉得要小心，因为有可能它不符合人类的基本智慧方式。我知道中国的一代中学生都是在考场上被训练出来的，他们进入工作单位之后，因为我也是一公司的老板，我知道他们最大的缺陷是，他们有强烈的考场思维，他们觉得领导给他的一切任务都在考他，拿出成绩单，然后你得表扬我，你得激励我，这是一个闭环。他忘了一件事情，从考场到单位之后，最大的一个变化是，任何考试题，任何考试，你都可以去抄啊。就这一个变化，这个变化叫什么？叫求助，叫协作。
如果有人给马东出了一道题，请做一档叫《奇葩说》的节目，他一个人不给任何人添麻烦，然后玩他一人儿，那就是中国绝大部分学生在毕业之后进入单位的基本思维方式。但是马东学会的是什么？无论何炅愿意不愿意，我进入他的厕所叫三顾茅厕。对他，甚至我觉得要比他刚才讲的什么你到我家吃饭，我觉得很舒服。不，你就不舒服，你就是不愿意来，你躲到厕所里，我追进去，我给你添麻烦，最后我成功的说服你了。OK， 最后皆大欢喜，这叫发行社交货币，这叫一切都可以打小抄，这是真实的社会。2个瞬间，我结束我这一段发言。第一个瞬间发生在莎士比亚的戏剧《哈姆雷特》里，一个父亲在送他的孩子远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：不要借钱给别人，也不要找别人借钱。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嘱托。还有一个瞬间是27年前，我上大学，我的父亲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，说爹妈再帮不了你了，自己一人闯江湖去了，10几岁，学会4个字，学会求助。27年后，我觉得我的父亲比《哈姆雷特》那部戏里的父亲要睿智、聪明、伟大。所以你看，咱们这个立场是对的。我还是觉得以后我必须要逼我们场上2位不下凡辩论的导师亮出自己的地方，不能让马东这种人来回跑。但是你没关系啊，你待会儿你再想想，我先请观众投票，待会儿你再说说问题。好，现在亲爱的各位观众，我们这么多人发表了自由观点之后，你们有没有改变呢？请选择。3、2、1。使用手机百度搜索奇葩说，说出你的辩论观点，加入奇葩说吧，说出你的辛辣观点。登录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词讨论，加入微博奇葩辩论团，一起逼逼起来。泡圈泡剧泡爱豆尽在爱奇艺泡泡社区，快来关注奇葩说的爱奇艺泡泡圈子吧。微信关注米味小卖部，买好厉害薯条，看新老奇葩斗智斗勇，吃好厉害薯条数你厉害。关注微信公众号东西门，讨论节目辩题，看节目未播花絮，共赴有趣的高潮。我们先不公布答案，我们来听听看有朋的观点。刚刚我觉得罗老师说的东西其实听起来很正确，可是我觉得他没有逃离康永哥讲的这个大范围。康永哥其实定义了，不是不能求助，是基于我们的人际关系，你有没有超过我们人际关系 X for more， 超过我们人际关系的东西，那个叫做添麻烦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是不应该添麻烦，而不是不应该建构人际关系或是求助。我觉得点在这里。这么冷静啊，我男神！要不然怎么做男神呢？男神好厉害，来，请你出好厉害薯条。谢谢。觉得苏永朋当了导演之后，真的会发现导演是一个特别需要向人家求助的工作。当导演之后，如果你不拓展人际关系，然后不好意思向专业的人求助，你根本完成不了事情。所以的确是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新的经验。可是那个并不是添麻烦的，对，那个不是麻烦，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是建立专业上的互相对合理范围内。最后想讲一个很搞笑的事情。不是段子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今天听到一个我不同意的观点，就是说很有能力的人不会给别人添麻烦。我前一段时间就被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添了麻烦。他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朋友，他听说我来奇葩说之后，他就给我添麻烦，要我弄一张奇葩说的门票。后来我就要到了这个门票，但是搞笑的是，我终于要到了，要给那个朋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想听听看他对我们节目的那个表扬嘛，我就说亲爱的，你为什么想来奇葩说啊？他说因为我喜欢高晓松。到底今天最后是正方赢还是反方赢呢？这也能卖出去的闲鱼 APP。
玩的不够大，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另外大家要用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VIP 看视频，谢谢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揭晓，来，请看。好，祝贺反方获胜。祝贺反方获得了由纯真酸牛奶提供的纯真奖学金10万，来祝贺。我们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冠名播出，下期见。今天微微的这个表现让我很惊恐，我觉得他真的很能说，真的。当时很兴奋啊，因为康永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思维啊，还有他的思想深度以及他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强。我觉得康永哥他会用一种比较聊天的方式来帮你拨清思路。这次比较好玩的事情是坐到他们身边去，可是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们依然是把我们当老师看待，所以当我们表现得比较凶一点的时候，他们也不好意思顶嘴回来，这对他们来讲比较吃亏吧。孩子，你要做个有美德的人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在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先想一想你的这个行动会不会为别人带来什么伤害。美德这张名单已经很长了，善良，包括全林讲的对自我的克制，包括勤奋等等。可是，如果我们心中还怀着一丝对于美德的向往，我们将来死掉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会比较宁静。